这一段折线是1850至1950年的全球平均温度，而这一段是1950年至今的全球平均温度。如果拿今天和工业革命时期做对比，全球平均温度已升高 1.1 摄氏度，是不是觉得全球变暖也并没有很夸张？那让我们换一张地图，我们会发现暖化的情况并非全球一致，北极的增温速度一直高于其他地区。没错，最近几十年，北极气温升高了近2摄氏度，这让北极的海冰少了 2.63 万平方公里，让格陵兰岛每年消失280吉吨的冰盖，引发北欧地区海平面增长。280吉吨的冰有多少？这似乎很难想象。总之，学者将这些情况称为北极放大效应。那么，为什么北极地区会成为全球变暖的放大镜呢？这是不同地面情况的反照率。地面反照率越大，证明地面吸收太阳辐射越少，地表温度越低。地面反照率越小，情况则会相反。北极圈内的陆地冰盖和海冰能反射 45% 到 85% 的入射辐射，进而减少地表热量吸收，维持北极合理低温。但由于冰层持续融化，让颜色更深的海水露出，吸收了较多太阳辐射，融化了更多海冰，由此形成了北极更快速暖化的恶性循环。同时，北极地区的洋流正在发生变化。加拿大以北存在着一个顺时针回旋的伯福特环流，这是一个冷漩涡淡水环流系统。无论全球变暖与否，在夏季，北极的一部分冰川都会消融，向海洋注入淡水。淡水密度低，海水密度大，淡水就漂浮在海洋表面。淡水在风的影响下流动速度加快，但在冬季，流动的淡水又会结成冰，覆盖在海洋表面。所以，伯福特环流旋转速度受北极的冰川控制。但由于冰川面积持续缩小，部分淡水无法再结成冰，能够控制伯福特环流旋转速度的条件也就越少，导致环流速度不断加快，这让表面较冷淡水与下方温暖的海水搅拌，进一步升高地表温度，融化冰层。北极圈的高温会让习惯安静的生态系统产生混乱，例如冻土融化。在北极圈消融的未来，我们所惯知的史前永久性冻土将会变成软糯沼泽，数百万人会生活在不稳定的地面之上。同时，冻土融化会释放2种巨量温室气体，甲烷与二氧化碳。超过40万年前的远古病毒与细菌也会随之复活。未来，我们和其他生物的生活或许都会卷进这场由北极气温上升而引发的改变之中。